在 CK3 中有这么一个奇怪的特质，获得这个特质的人物就如文本描述的一样，四肢细长而关节肿起。OK， 进入恐怖氛围环节。从前，简中互联网有一个分杀的网站，这个网站记载了各种各样的容纳物啊，其中一个容纳物非常特别，据说看到这个容纳物照片的人都会受到它的追杀。好的，观众朋友们，我现在要把它展示给你们看，就是它非常恐怖哦。噔噔，恐怖吧？切，一点都不恐怖嘛，看着很滑稽嘛。等等，那是什么玩意儿啊？我操！你不要过来啊！我操！大家好，我是百位背景君。如你所见啊，来自的096，在今天的主题中很有可能是一位马凡综合症的患者啊，即在 CK3 中便是所谓的纺锤身形。接下来是日常的词源分析环节。Spindly 这个词来自于 spindle， 意思是类似于你慈祥的祖母或者是奶奶纺织用的这种旋转的杆子呀，非常的细。接着就是典型的去意加外变成形容词来形容一个人很瘦，四肢整得跟纺锤一样细。当然啊，在现实里这样的身形，如果只是普通人啊，稍微瘦一点的话，在我们的文化语境啊，顶多叫人棍子，就像绰号一样，这个身体功能是正常的。而马凡综合征可是正儿八经的一系列症状综合起来的综合征，各个框确实相比一般的高个瘦子，怪多了啊。在大学学习诊断学的时候，有张图让我印象深刻，就是这张肢端肥大症面容，总是让我有一种未曾熟悉的感觉啊。他有些滑稽又好帅啊。当然，初中生物告诉我们，成人生长激素过剩便会导致这种疾病。马凡综合征的病因也跟它差不多啊，稍微难一点。也就15号常人色体 Fibroadin1 基因突变，致使纤维蛋白集中富有弹性的1号原纤维蛋白生成减少，导致身体各处结缔组织弹性下降。同时，1号原纤维蛋白降低导致 TGF 贝塔因子提高，进而导致组织过度生长。非常简单。先说说后者，组织过度生长意味着患者的身高一般极高，通常在1.9米上下，长手长脚，手细的宛如蜘蛛腿，这便是所谓的蜘蛛指。说实话，如果只是这样，那他没必要是一种病啊，在古代这么高，一看就很能打呀。然而并没有，绝大多数的患者真到要干架的时候，就很容易出现前文提到1号原纤维蛋白下降，继而导致全身的结缔组织弹性下降。哦吼，这就意味着患者的主动脉血管和心脏瓣膜这两位身处抗压第一线的大仙，从此缺乏了弹性，他们可就快活不起来了。主动脉不断在高压冲洗之下，可能逐渐变出一块主动脉瘤，随时随地破裂，准备爆破。亦或是直接整出撕裂，直接灌注假膜，形成主动脉夹层，光这两玩意就可以轻轻松松把病人送上天。而心脏瓣膜本身就少了弹性，并且在岁月的冲刷下不断疲劳，便如同老了、累了，继而就是脱垂合不拢了，继而可出现2间半反流。在运动刺激下啊，心率高了，心房血反流多了啊，那咱们的血不就回到肺里面，形成肺淤血了吗？那这可不就呼吸困难了吗？这才心血管呢，包括但不限于与瘦哥哥有福同享的气胸，还有脊柱侧弯、胸部畸形、眼部病变等等等等。所以在 CK3 里，就减0.25的健康就很离谱啊，代码都已经标注为马凡综合症了。根据一篇1995年的医学论文，即便是在现代医疗背景之下，其平均寿命也就仅40岁，对生命健康的危害算是非常的严重了。值得一提的是，部分吧友在讨论 CK3 的纺锤身形时，普遍认为这是营养不良。实际上，一方面不只是那个特质代码标注的是马凡综合征，在另一方面，营养不良意味着蛋白质的高度缺失，很容易在腹部形成水肿。简易图表示的话，营养不良通常来说是这个，而马凡通常来说是这个。三国志描述先主曰：身长7尺5寸，垂手下膝，故自见其耳。刘备垂手便能摸着膝盖，哦天哪，这上身胯长与身高比值是如此之高。同时，近代的尺计算之下，其身高可达1.85米。同期先主在记载中时常胸闷胸痛，故人们推测他可能患有马凡综合征。但该病有显性遗传的特点，而他和他的儿子们活的时间甚至比现代马凡患者的平均寿命都还要长。最终，历史真相扑朔迷离，史料缺失，带来的是人们的好奇。不过，这一切和马凡患者默默吃自己的叉叉洛尔和叉叉沙坦有什么关系呢？你说是吧 ，Sandman？我操！别杀我！我操！